1周前，一个自称叶管家的人出现在孤儿院，他说我是豫州叶家被爆出的真千金。你慢点儿。十一，当年害死小雅的那群人就在豫州，但他们全是偷天，我们惹不起。豫州，我来了。你就叫叶空啊？别说，跟你爸长得还挺像，长手长脚的。小空，我是妈妈。妈妈，怎么了，宝珠？是不是身体又不舒服了？哎呦，猪猪，你就快别哭了啊！又没人跟你抢妈妈，是吧，叶空啊？看来这个叶家并不欢迎我。你怎么不说话呢？跟个哑巴似的。不是，你这穿的叫什么呢？去上楼换一下去。晚上的晚宴，别给我们叶家丢脸。妈。叶空是吧？知道他们为什么叫你回来吗？不是因为他们有多爱你，而是因为温家联姻需要你。毕竟我宁死也不会嫁给一个瘸子，所以一夜之间，你从一个落魄孤儿变成了豪门千金，我是你最大的恩人。不过你也不需要感谢我，因为我会让你屁滚尿流的滚出去，叶家的一粒灰尘你都别想拥有。小十一，你记住了，如果你是真心的想要去得到正常的家庭和亲情的话，到了叶家，千万不许说话，一个字都不许说。千万不用说话，绝对记住了，你会气死人的。今晚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尊卑有别。乔乔，那个坐在轮椅上的残废，就是你的未婚夫。不过也是你高攀了他，他要不是个残废，他就是整个豫州身价最高的男人。啊？什么时候成了残废了？妈！叶十一，你知不知道这个月你契约了几个人？你给我管管你的嘴！老头，你知不知道你很烦？大爷，你怎么拧人小姑娘耳朵呢？就是，我都多大了，你还拧我？哎，你知道什么情况吗你？哟，这是你们家养在外面20多年的女儿啊？是呀，大师说小空体弱多病，得养在外。您看这孩子是不是和我们家老叶长得一模一样？的确，像你们两口子生的女儿，不错，比宝珠啊好看多了。您可别说了，宝珠也是您看着长大的呀。那时候我还以为她是我的宝贝孙媳妇儿，我对她好20多年呢。没想到我的孙子一出事儿，她就不想嫁了。不是，你这话怎么说的？什么叫不想嫁了？我们两家的死老头子第一开始就这么定的，说是我们家生第3个孙女儿才嫁给你的孙子的。话是这么说，可这孩子在外面养了20多年，他的脾气秉性谁知道啊？我们家的孩子他能差到哪儿去呀？是吧？那他能差到哪儿去？你这孩子直勾勾盯着人家干什么？你这孩子直勾勾盯着人家干什么？这孩子怎么一声也不吭呢？这脾气呀，也够腼腆的了。难道叶空是个哑巴？那我岂不是还要嫁给温藏？奶奶，我想跟叶家3小姐单独说说话。好，好，好，快去吧，去吧，难得你开口啊。他们都认识10多年了，我就没见到我孙子对宝珠有那么一丢丢的兴趣。你看你家老三这一来，他就另眼相看。我孙子像我，看脸，看脸，看脸。从花河县固安院院长收养的孩子，摇身一变成了豫州叶氏的千金。叶空小姐，可以告诉我你们在玩什么把戏吗？
从四肢健全、跑步遛狗的邻家哥哥，变成了双腿残疾的豪门少爷，你也只用了一夜之间。温先生，你相信我，我的惊讶不比你少。除非你告诉我，我昨天在花河县看到的那个人是你的双胞胎哥哥。看来我们都有需要保守的秘密啊。我没有，是叶家需要隐藏秘密。你难道不是叶家人吗？还在考察中。那是你考察他们，还是他们考察你？你猜？我猜无论需要哪一种，你都要留在叶家。不如我们做个交易，你帮我保守秘密，我帮你留在叶家，如何？你要怎么帮我？很简单，履行那个婚约。我不想嫁给你，我也不想娶你，所以我们只需要积极配合好，在这段时间积极的去扮演一个貌合神离的夫妻便好。期限呢1周。成交。帮我调查一下，花河县孤儿院有一个名叫叶空的孩子，帮我查查他是什么情况。宝珠，这就是你那个养在乡下的三姐，和你们叶家的格调也差得太多了吧？哼，人家刚从乡下回来，一身的土腥味还没去干净，理解一下。别这么说，我姐姐只是刚回家还不习惯而已。你们谁要是欺负她，我跟你算账。温灿她虽然残废了，但我是真没有想到，她居然跟这么一个人订婚。叶三小姐，你为什么不回头？我们在跟你说话呢，你是不是也太没有教养了？姐姐，你是不是太饿了？要不我吩咐管家让他给你做几道热菜？不是，你在乡下都吃不饱吗？你之前过的都是什么日子？你喝过香槟吗？吃过这些甜品吗？若薇，不许取笑我姐姐，她可是我亲姐。你就是叶空吧？我是你表哥。我刚才听你妈妈说，你回来以后就没说过话，你该不会是个哑巴吧？哑巴？那他岂不是也没叫叶奶奶和叶阿姨？连妈都没叫过，太离谱了！早知道不把她从乡下接过来。看清楚了吧，这是我的地盘。姐姐，你要是害怕的话，我们可以先练习一下。我叫叶宝珠，是你妹妹，奶奶和妈妈都喜欢叫我猪猪，你也可以叫我猪猪。千万不要说话，绝对记住了，你会气死人的。猪猪，你怎么？你见过你妈吗？我见过，她跪着求我不要把你赶出叶家。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她得了艾滋病，需要钱治病。她怕我把你赶出叶家之后，没人给她钱了。猪猪，你给过她钱吗？你给过她钱吗？他在说什么？是我听错了吗？叶空，你是不是疯了？就算你再记得宝珠，可她是你妹妹，再这样下去，叶家可不认你。宝珠这个名字还挺好听的。你知道你亲爸姓什么吗？要不要我告诉你？你给我闭嘴！你想打我？你算什么东西？你也敢对我动手？认不认我，轮到你来说了算。我看你长得这么丑，我怀疑你也不是亲生的。要不你去做一个亲子鉴定，正好跟你表妹一起。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在闹什么啊？连州，你的脸……你们刚接回来的三表妹，她说宝珠不是叶家的孩子。胡说八道！叶空，我告诉你，宝珠可是我们家最宝贝的女孩。3岁那年，老婆子我煤气中毒，差点就没了。要不是她又哭又叫的把众人给喊来，恐怕你今天就见不到我这个奶奶了。至于我们叶家亏欠你的，我们叶家的长辈自然会补偿给你，但是你不能靠着这一点就可以随便欺负你的妹妹。若是之前养你的那家要是没教你这些规矩，那好，从今天开始我教你也无妨。原来叶家还有这种故事，怪不得叶老太太对宝珠那么宠。是我也宠啊，那宝珠算是现在叶家的福星了呢。
可这新三小姐说的，听着也不像是编的呀。怎么能信她呢？真的是，毕竟刚从乡下来，看到宝珠的待遇，心里扭曲也正常。妈，您不能这么说小空，她也是刚回家，回来这么长时间了，你听见她叫我一声奶奶了吗？啊！你最起码连一点礼貌你都不懂啊！奶奶，你养过我一天吗？就在这儿摆长辈的谱。孤儿院院长被我打的脑震荡，我才喊他一声爷爷。要不我也打你一下，喊你奶奶怎么样？你个混账东西！你在说什么？你个混账东西！你在说什么？妈，你是不是疯了？你怎么能这么跟奶奶说话？奶奶？谁奶奶？你奶奶？咱们两个都没有血缘关系，怎么可能会有同一个奶奶？少乱靠近！怎么，奶奶？我做梦也没想到能看到这么劲爆的场面。这个新三小姐该不会是个疯子吧？好恶毒的嘴啊，好可怕的脑袋。我以后要离她远点，可不能招惹她。大孙子，你这个未婚妻也太可怕了，要不然咱们这婚约那就算了。喂，温少，花河县孤儿院孙院长收养的第11个孩子，小名叫91，天赋特别，就是性早就算1，3就叫天。还有一点，他嘴特别毒，而且说话不分场合，不在乎的。嘴毒。据说他8岁大的时候就比一张嘴骂不过一个大人。不过孙院长特别喜欢他，所以我觉得这孩子肯定是个特别讨人喜欢的人。好，我知道了。奶奶，这个未婚妻很好，我很喜欢。我们向叶家正式提出订婚吧。方思婉，我不管你跟海川是给他新买一套房子，还是把他打算送出国留学也罢，总之我不想在叶家再见到他。妈，小空也是我的女儿。你是打算气死我吗？啊！10几年前，宝珠把嗓子都哭哑了，才把我这条老命救回来。怎么，你现在想要另一个女儿，把我这条老命给收走吗？妈，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会和小空好好聊聊的。聊什么聊？有什么好聊的？反正他也不打算认我这个奶奶，你也别在那自作多情，他也没打算认你这个妈。哎，我可没说不认我妈，我只是单纯的不认你。毕竟我妈没有亲口承认她叶宝珠是我妈的亲生女儿。怎么，你要学这个老太太认叶宝珠当亲生女儿？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承认，我的确来错地方。妈妈，小空，妈妈毕竟养育了宝珠20年，你听见了吗？啊，他既然不认我这个奶奶，那我们叶家也没必要认他。你给我轰出去！轰出去！都在这挤着干什么？不知道老太太需要休息吗？哎呀，海川啊，你可算是回来了。你这个新女儿啊，我算是惹不起啊！啊，新女儿！我可跟你说啊，这个家有她没我，有我就没有她。从现在开始啊，我只有一个宝贝孙女，那就是宝珠。你要是敢把她留在我们叶家，那你就等着给你妈收尸吧。哎呀，行了，老太太，这大晚上的，您早点休息啊。哎，你的头咋了？姨父，还不是叶空干的？姨父，叶空他真的很过分啊，欺负宝珠，还想把宝珠赶走，叶家绝不能认他。闭嘴！你一个姓方的，掺和叶家的事儿，一边待着。你就是叶空？你也可以叫我11。哦，为什么呀？我是福利院收养的第11个孩子，大家都叫我11。你现在不是孤儿了，就算按照顺序，你也是我们叶家的小三儿。难听。嘿，还是叫你空空吧，这个名字可爱。哎呀，空空，我告诉你啊，你奶奶呀非常喜欢宝珠，现在她年事也大，就怕受到刺激，所以说就是看在你奶奶的份上，咱也不能把妹妹赶出去，对吧？我告诉你，我非常非常讨厌她叶宝珠，还有那个老太婆。
如果你在我和他们之间，你选择他们的话，那这个爸妈我不认也罢。你们以为我很稀罕叶家？整个豫州都没人见过有人敢以这样的姿态对爸爸说话，而爸爸竟然没有生气。空空，不要把选择说的那么轻而易举。你口里所说的那个老太婆，那可是我妈妈，她也是你奶奶。宝珠虽然是我的养女，但她毕竟是我和你妈妈的养女，对吧？就是一个宠物养20年，她也得有感情啊，更何况她是人呢。所以呢？所以我们不能这么做。你既然选择来到了叶家，一定有你想要的东西。既然喜欢想要，那就把它拿回去喽。哈哈，你要放心，我和你妈妈是非常喜欢你的。姨父，我看这叶空啊，根本就不稀罕叶家，要不然把他先送走，过个2、3年再把他接回来，等他学好规矩了，这样老太太气也消了。滚滚滚滚滚！不如让我把我的未婚妻接回温家，不知叶叔意下如何？不如让我把我的未婚妻带回温家，不知叶叔意下如何？哦，我怎么刚才听他说未婚妻？谁呀？谁是你未婚妻？自然是叶三小姐。那你是承认这桩婚事喽？从来没有否认。不对吧？我没有记错的话，自从你长大以后，我们2家家长每次提起这桩婚约，你都是充耳不闻的。我们还以为啊，你早已作罢了呢。叶叔，有些话我不想说的太明。你看看，那怎么成？就算我们2家有婚约，我们叶家的女儿也绝对不能这么随便的住到温家去。你听到了？那还真是遗憾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好好相处吧。我对豫州还比较熟悉，有什么想去的地方，我可以给你当导游。你确定？这是嫌弃温灿是个瘸子，这孩子是真的不分敌我的张口开枪啊！这么下去，叶家会不会因为他变成豫州上流社会的公敌？随时找我。走吧。宝珠小姐呀，可以说是老太太一手带大的，情分上连大小姐和二少爷都比不上，往后的日子啊，还得靠她。你们家的保姆话都那么多吗？一大清早倒人胃口。是你运气不好，碰上了话最多的那个，是吧，罗阿姨？是你运气不好，碰上了话最多的那个，是吧，罗阿姨？就你一个人啊？因为你造成的闹剧，大家都忙得不行，你倒是睡得不错。来叫声哥听听。那你先叫声妹妹听听。这么肉麻，我对叶宝珠都是直呼其名，凭什么叫你这么亲热？那可能因为我是亲生的，叶宝珠她是个假货。奶奶，珠珠，奶奶，您都多大岁数了，还想着爬楼追人呢？你听见了吧？啊，你听见了吗？你个讨债鬼，你想气死我呀？啊，你还赖着我们叶家不走了？你一口一个假货假货的，你这是在说谁呢？啊！现在就给我从叶家滚出去！一会儿激动的又该犯病了。罗姨，把奶奶扶回房里边先休息。哎，你好，我是你姐姐，我叫叶庭初。姐姐，哎，你什么意思啊？双标是吧？叫姐姐这么干脆利落？你有没有考虑过，万一奶奶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很危险的？没有。那你以后最好考虑一下。我要出差了，这张卡里有500万，你先拿去用，以后每个月会定时给你发30万的基础生活费。给我的？如果以后你在外面遇到麻烦，也可以找宝珠帮忙。看来你是真的很讨厌叶宝珠啊！我不应该讨厌她吗？不管该不该，我建议你最好还是不要讨厌她。有奶奶在，你就不可能把她从叶家赶走。何况妈妈还疼爱了她20年，也不可能赶她走的。所以呢？所以你讨厌她也没有用，只会让自己更憋屈。
这个世界上让我憋屈的人可没有，不管是我喜欢的还是我讨厌的，有我在叶家，他叶宝珠还能活得快活不成？怎么看呢？受憋屈的人都不是我。走了，拜拜。这性格有点可怕呀。我觉得挺好的，至少他不会被欺负。妈妈，洛薇说，我要是不带夜空参加他的见面会，以后就都不让我参加他的宴会了。那我还怎么在圈子里立足啊？小空，你就陪他去吧。小空，三小姐，有您的电话。找我的？是温少爷问您今天是否要出去游玩，他想做您的导游兼司机。告诉温灿，我今天有一个见面会，没空见他。好的，小空，既然你决定要去，就要稍微遵守一下这个圈子里的规则，别动不动就把扇人耳光挂在嘴边上啊，尽量少动手。姐姐，你还没来过这么高档的地方吧？这可是豫州的上流人士才能进来的。若薇平时很喜欢举办聚会，她名下的酒庄、别墅、跑马场，都是我们经常举办派对的据点。谢谢啊。知道的你是叶家的人，这不知道的以为你是杜家的佣人，挺厉害的。天啊，温灿真的来了。温灿还真把这个土包子带来了。看来你不经常参加这种聚会，他们对你的到来很惊讶。我可是很忙的，未婚妻，希望你可以加深对我的了解，这样你就会知道，白捡到我这样的未婚夫是多么荣幸的一件事。你没事吧？表达一下我的荣幸，你不介意吧？你还真是刺猬，满身都是刺，扎起人来敌我不分。最讨厌装逼的人。谢谢这位小姐的关心，不过有我在，就不需要你帮忙了。叶小姐倒是占有欲很强啊。这话说的没错，不过这豫州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喜欢我的未婚夫，这一点我很满意。姐姐，这就是豫州的上流社会，你觉得你能适应得了吗？姐姐，我要上去演奏了。乐坛中心的那个就是林姐，家里的富裕程度比不上其他人，但好在家里还有些权势，所以在一众二代里面地位很高。怎么样，叶小姐？刚才这首曲子点评一下，这可是新州自己写的，好听。就这样？不然呢？你未免太敷衍了，是对我不满意呢，还是觉得新州的曲子不过如此？我没有。那就是你不会点评了。你以前是不是都没有听过现场演奏，都没有进过音乐厅啊？哎呦，我忘了，你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哼，怪不得昨天叶奶奶好像并不承认你，是并不喜欢你这个亲孙女吧？那你是不是要被赶出叶家了？若薇，别这么说我姐姐。你要不也加入我们演奏团吧？不会乐器也没有关系哦，可以拿三角铁。三角铁你知道是什么吗？我杜若薇呢，在这个圈子里还是有一点地位的。不管是来参加我的聚会，还是加入新州的演奏团，都可以成为你留在叶家的砝码。你说是不是啊，李英？哎，是。我跟你讲啊，杜大小姐可是公主啊，你要是有幸能成为她的女仆，哎，你在这个圈子就有无上的地位了。
你说的太夸张了，但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你考虑一下。不是你的公主求着我来的吗？舔狗先生，如果你要给你的公主开舔狗聚会的话，那就算把她叶宝珠赶出狱中，我也不会来。你说谁是舔狗？说的是你啊，公主殿下最忠诚的舔狗。哦，让我举三角铁。哼，你这土包子还会钢琴，有本事你去演奏一曲。这什么？唢呐？他把这当成什么地方了？唢呐？他把这当成什么地方了？这唢呐是怎么混进来的？跟他混进我们圈子一样土吗？不愧是土包子，他这吹着两声，想把我们送走啊！真恶心，就算是哗众取宠，也不能这么混。夜空，你是怎么想到用唢呐吹的？是你只会唢呐，还是有别的原因？唢呐合适。听说曲子是你写的，写得很好。曲子写的是很好，但我觉得你更好。你愿意加入我的演奏团吗？不管你玩什么乐器，我都让你当首席，可以吗？不愿意。为什么？你这么有天分，不玩乐团可惜了。我以后可以根据你的喜好来写曲子。夜空，空空。小空空，我求你了，你就加入我的乐团吧。就算你只会唢呐，我也愿意配合你。我拒绝。哎呦，你就答应我吧。怎么样？现在觉得我的唢呐吹得够好吗？我说新人，你是不是有点太嚣张了？连在叶家的地位都没有争个明白，就跑来我的聚会上撒泼。我看你是真的不想在狱中混了。哇，恭喜你啊，舔狗先生，你的舔狗生涯也不算白费。得到了公主殿下的一次维护，你还能再努力10年。你这个土包子别太过分！土包子别太过分！我看你敢！从刚开始我就听你们一口一个土包子、乡巴佬的叫，你们这么叫我也不气，还不把我温灿放在眼里了吗？怎么，温大少爷是真的把这个土包子？就算叶家不承认他唯一的身份，他也是我温灿认定的唯一的未婚妻。还是你们觉得她叶家大小姐的身份比不上我温家未婚妻来？哼！再见了，舔狗先生。以后这样无聊的聚会也没有。你拉着我，我怎么给你推轮椅啊？那就单手推。这样很别扭的。那就双手推。我不想，你还是单手推轮椅吧。早知道我就没智能轮椅了。那为什么不换？老牌轮椅需要人推，比较气派。我最讨厌装逼了。在哪儿学的唢呐？水准这么高，应该学了挺多年的吧？花河县孤儿院。为什么一定要学唢呐？不是我自己选的。4岁的时候，孤儿院有个小伙伴去世了，院里没钱给他办丧葬，所以就自发组织了吹奏队。我呢，负责吹唢呐。看不出来叶小姐小的时候还挺善良的。院长说，如果我不参加的话，他就天天往我的盒饭里放洋葱。我最讨厌洋葱了。你笑什么？没什么，就是突然想起来，你比我小了7岁，你还是个小孩呢。你会和小孩成为未婚夫妻吗？我呢，已经到了可以和你接吻、上床的年纪。叶小姐，我建议你最好不要轻易跟男人开启这样的话题，容易招惹变态。我当然不会和别人说啊，可你不是个残废吗？以前没发现花河县的民风这么彪悍，可比不上你们豫州。
居然能和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谈婚论嫁，而且对方还是个小孩。哦，所以斗嘴也是小孩的特质。你是在说你自己吗？你比我大7岁，都白活了。你要是再敢说一句，我就让天平是我当进你家里孩子。好恶毒的大人，这你知道就好。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留在叶家？如果你没有遇见我，你也不能确保自己一定能待在叶家。面对你奶奶的排斥，还有叶宝珠的恶意，你会一直忍耐下去吗？能。你一定要待在叶家的理由是什么？甚至不惜和我这样的陌生男人订婚，也要确保自己一定能留下来。人人都拥有的东西，我想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一切，我一定要得到。叶小姐，你说的应该不是叶家的财富，还有你千金的身份，你说的是父母，是兄弟姐妹。别傻了，叶空，你觉得那些东西就一定是好的吗？昨晚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你的爸爸妈妈可从来没有站在过。既然你们都不听我的，我这个当妈的、当奶奶的，继续留在你们叶家也没什么意思。海川，你另外给我准备一套房子，我要跟猪猪一起出去住，总比待在这里被你的宝贝女儿气死要好。这是在说给我听吗？妈，都怪你，到处惹事儿。我刚到公司，又被叫回来开会。开什么会？还不明白吗？家庭会议，讨论你的去留。奶奶，您是叶家主心骨，您怎么能走呢？姐姐不喜欢我，我走就是了。反正我已经长大了，是时候该独立出去。您不用担心我。猪猪，这怎么能行呢？我的宝珠可是从小被如珠如玉宠着长大的，一辈子你都是奶奶的小孙女啊。至于他们不管你，那是他们偏心，没关系，奶奶会加倍的疼爱你。妈，我们没有不管宝珠。是你们管了，你们任由这个夜空家里家外对我的宝珠百般的刁难，百般的折磨，让她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你们就是这么管的。奶奶，你不要管妈妈，妈妈对我已经够好了。姐姐在外面受了这么多委屈，妈妈弥补她一二也是应该的。你要是怪爸爸妈妈，那就是在怪我，都怪我太舍不得你们了，所以才死皮赖脸留在家里。你留在自己家，不存在死皮赖脸，而且你永远都是妈妈的好女儿，也永远都是奶奶的孙女，没有人会把你赶走。是啊，宝珠姐姐，那我永远都是你妹妹吗？当然。你还吃醋了？如果我真的会吃醋就好了，我就是因为这个来的。妈，不就是多一个人，多一双筷子的事儿吗？你实在不喜欢小空，你就当他不存在啊，当他不存在。我当他不存在行啊，那别人呢？你没听猪猪说，今天他头一次出去跟人家聚会，就把杜家和李家的孩子同时给得罪了。来一个巴掌都拍在手上。行了，我不管是为了我们家的和谐，还是为了我们叶家在外面的名声，总之他不许在我们叶家的老宅再出现。谁要是有异议，就当他是希望我这个老太婆从叶家滚出去。我会带着我的宝珠一起离开，我让你们一家团圆。既然这样，那我就带我的女儿搬出去。那我就带我的女儿搬出去。哼，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想要所有人都以为我这个老太婆容不下人，连媳妇都撵出去了？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是你要让我和刚认的女儿分开的话，也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你这是在威胁我吗？那我这一辈子都不想见到她，你是不是一辈子都陪她住在外面啊？那我看你干脆跟老大离婚算了。行了，妈，奶奶，我说错了吗？啊，我哪里有说错？先生，温少爷来了。啊，温少爷来了，都注意点。温少爷来了，幸会，有什么事儿吗？诸位好啊，我这次来到叶家，是准备和叶家谈一个生意，
叶先生也知道，我近几年一直在做互联网的相关产业，这方面做的也算小有成就。最近正好有一个项目在找合作方，不知道叶家感不感兴趣？哎呀，这么大的项目，温少爷，应该有很多公司上赶着找你们吧？为啥偏偏要和我们合作呀？虽然叶家在互联网不算深耕，但好在叶家财力雄厚，况且大小姐也在，我相信叶氏的未来一定能在互联网领域有一席之地。这么大一块蛋糕，你主动愿意给我们家，说吧，什么条件？条件很简单，我要我的未婚妻以叶家二小姐的身份一直住在叶家住宅，或者她可以搬到我们家。怎么样？很简单吧？甚至不需要你们付出任何代价，说，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叫他来的？刚回到家2天半，不想着怎么样孝敬长辈，倒是把心思却放在了这个男人的身上。你就指望男人给你撑腰是吗？妈，你说的是什么话？你给我闭嘴！来人，把他给我轰出去！我们叶家绝不承认这种没脸没皮的东西。还有你以为拿个订婚的幌子就能给他撑腰吗？哼，你真当我们叶家没了这个婚约就不行了？我告诉你，我老太婆今天在这就做主了，叶家跟温家的婚约就此作罢。我来看看你是不是还能娶这个没有身份的不要脸的女人回去。妈，既然我的女儿在你眼里这么不堪，那我就带着她从叶家一起滚出去。不是你，感谢您这么多年对儿媳的照顾，抱歉以后不能再继续照顾你，但是还有庭初他们3个，好在你也不缺晚辈，继续照顾你。好，鞠躬，有没有个晚辈的样子？至于您刚才提的离婚，离就离吧，我会准备好离婚协议书的。愣着干什么？收拾行李去。思婉，你这真遗憾啊！既然我的未婚妻已经不是叶家人，那看来这次的合作案只能告吹了。不过叶老太太，有一件事情你误会，我愿意为叶空做这些，不是因为他是叶家人，而是因为就像现在，他哪怕不是叶家人，他也依然是我的未婚妻。走。你老婆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了一个黄毛丫头，居然跟我翻脸！你什么意思？你为了叶空，你让我敲光棍了！你翻了天了你们！奶奶别闹了，我可不想更大了，还经历父母离婚这种闹剧。你这传出去让网友知道了，咱们全家都要变成笑话。宝珠，赶紧扶奶奶回房间。你们等着啊！起开！没用的东西。爸，那妈那边，哎，你前几年不是把隔壁的别墅买下来了吗？不是刚装修好吗？让你妈带一空去那住。思婉，你这是干嘛呀？真要离婚啊？既然你妈都这么说了，我当然也同意。小空，你怎么这么点行李？我把东西寄存在孤儿院了，我不确定能不能带过来。你这傻孩子，这有什么不能带来的？你是我和你爸的女儿，有我们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家。把你的东西放在自己家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你误会了，我是说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我家。不是你啊，换句话说，我不确定你们有没有资格成为我的家人。我对家和家人的要求很严格的，必须是信任的人、信任的地方，否则我怎么能把我珍贵的东西放在那儿保藏呢？啊！你打我！我长大之后就没有人打我了。成为家人是不需要资格的，所以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愿意把行李搬过来？首先，不能是叶家的房子。如果那个老太婆哪天把我赶出去怎么办？这个房子是我的，在我的名下。还有，不许再叫奶奶老太婆。那就算是你的房子，你能保证
就没有赶我走的那一天吗？你刚才都打我了，你怎么保证和那个老太婆一样不会把我赶走？行，那这房子姐姐送你了，明天就带你去过户。我看起来是会白嫖别人房子的人吗？我又不是抢劫犯。那你到底要怎么样？要不你把房子转移到我妈妈的名下吧。还有，任何人不允许擅自闯入我们的房子。哎，叶空，你别太过分啊！我见我自己妈，还要经过你同意。妈妈同意也行啊。我只是说不可以不打招呼擅自闯进来，这开门的权限也不在我个人手上。你把我当成要囚禁妈妈的变态了吗？这怎么一言不合就走了呢？都怪当年我没认出来，让他在孤儿院养成了这种性格。但是他一直住在花河孤儿院，中间也没离开过呀，怎么养成这么一个性格？你说这孩子。花河这个名字，之前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情？当时闹得挺大的，就是关于福利院那些孩子嘛。好，这样我啊派人再重新查一查这孤儿院。姐姐，你真的要和温灿订婚吗？虽然他条件的确不错，家世、样貌、能力都很好，但他毕竟是个瘸子。其实他要是没出车祸就好，说不定他不需要你。你现在不会还要说，爸妈把我接回来是为了不让你受委屈？你到底在逞什么强啊？姐姐，你还不知道吧？你跟妈妈从叶家搬出去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你想知道大家是怎么说你的吗？小家心，扫兴，灾星。不过你放心，我都有替你说话的。对了，姐姐，我今天来是来跟妈妈一起做烘焙的。这些年，我们每周都有这样的共处时间，怎么样？你也要一起？你什么意思？正好，就让大家都知道，是你不让我去找妈妈的。真是谢谢你，把机会送到我手上。说谎是一门艺术。这心狠手辣的怪物，我怕我真的死在这里了。宝宝，妈妈给你洗的水果。那是猪猪，他在那里站了多久了？2个半小时吧。猪猪，好烫！妈，快打给周医生，他刚给奶奶开完药，没走。更何况，他比你乖巧懂事10000倍。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个房子是我的地盘，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许进。你们昨天已经答应我了，我只不过在执行自己的规则，而你不过1天就违规了。你疯了吧？那是一条人命，无论你再怎么讨厌他、恨他，你也不能。那是他自己不珍惜，凭什么要我替他珍惜？你这样做，最伤心难过的是妈妈。他已经很努力的想要靠近你，弥补你和爱你，你让他看到2个孩子之间互相残杀，这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有多残忍，你知道吗？这么高温度的天气，你自己站在外面2个半小时试试。这样的温度很高吗？花河县夏天平均温度40度，孤儿院没有空调，风扇也总坏，2个半小时，我在这样的温度里度过了17个夏天。要不你帮我算算，这是多少个小时？你刚刚打我，我上一次挨打还是在10年前。本来我应该10倍给你，但看在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份上，就给你。但只有这一次。叶真，我不是来求你们施舍亲情的乞丐，你也没有资格这样高高在上的教训。
他醒了，就让他离开。如果还有下一次，我依然会做一样的事。如果他不怕死，就尽管试试。重度中暑是可能会要命的。宝珠小姐本来身体就不是很好，以后可千万不能出现这种事。叶家也真是倒霉，这哪里是带回来一个女儿，简直就是带回来一个灾星啊！走。你干什么？干什么？我还要问你干什么呢？你知道你讨厌叶宝珠，那你也不能随便虐待她呀！你想让她死吗？不对，是他自己想死。如果换作是你被关在门外，这样烈日炎炎的下雨，你会选择离开，还是继续站下去？谁不知道他在用苦肉计？但你就算知道，像这种危害生命的事情，哪怕只有1/1000的可能，你也要阻止，不对吗？你的意思是，就算他自己想死，错的人也是我这个旁观者，是吗？我再说，她不是毫不相关的陌生人，她是爸爸妈妈养了20多年的女儿，是我和姐姐交20多年的妹妹。20年，哪怕是养一条狗都有感情了，更何况她比你乖巧懂事10000倍。我好像听见姐姐在说什么。妈妈，你真的一直要住在这里吗？难道我连见你一面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哥哥，刚刚谢谢你，我刚才真的以为差点要死掉了。既然这样，为什么站门外那么久？我以为姐姐一定会让我进来的。是吗？没看出来。你对叶空的印象还是蛮好的。他明明已经在宴会上拆穿了你的真面目，让你颜面尽失。这样一个连奶奶都能气晕的人，你怎么还会相信他会对你释放善意？宝珠，我真没发现，你居然会这么以德报怨。妈妈，我那会儿情绪太激动了，所以顾不上什么。如果重来一次，我肯定不会钻牛角尖的。妈妈，你就跟我回去吧。姐姐性格那么偏激，我怕你在这里会受到伤害。我回去求奶奶，让她把姐姐留下来。我只是想让我们一家人幸福的在一起，为什么就那么难？宝珠，让你受委屈了。妈妈，你同意跟我回去了？珠珠，你是个好孩子，妈妈很感谢你的理解。可是珠珠，原本小空也应该在叶家度过那幸福的20年呀。你们就当我是一个昏了头的妈妈，面对叛逆的女儿，不知道教训，只知道维护。小珠，以后没有重要的事，你就不要来这边了。小空他对你确实敌意很大，即使以后你是因为他受了伤，妈妈可能也不能帮你出头。好好保护自己啊！妈妈，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我现在就是一个急于想和自己小女儿搞好关系的无能妈妈。你们要是真为我好，以后就不要来给我添乱了。哥哥，妈妈，我之前叛逆的时候，妈可不是这样。妈，这也太爽了。哎，小空，你要出去吗？啊，温灿要带我去上他家转转。哦，去了温家要有礼貌，人家可是传承了几百年的老贵族，你可不能在那打人脑袋。你是不是对我什么误会啊？我又不是那种一言不合就给人开瓢的暴力狂。好了，我先去了，谢谢。昨晚睡得好吗？我的未婚妻。很好。你要不要给我介绍一下分家的注意事项？至少介绍一下成员。不需要，你随意发挥就好。
那到时候搞砸了，你可别怪我啊。我很期待。你别告诉我，这些都是你家佣人。对。你就是叶空小姐，我是温灿的父亲温荣，欢迎你到温家来做客。我叫叶空，谢谢你。但我现在要去洗手，我有洁癖。你有吗？是我们家大的，让人迷路。这位小姐是？叶空。原来是叶三小姐。你好，我叫温莲，是温家的旁支的孩子，也是大伯的养子。像我这样旁支的孩子，今天家里面来了许多。待会儿吃饭的时候，你就应该都能看到啊。屋里还有2个字头，大哥今天在，应该没人敢欺负。今天难道是什么特别的家宴？难道你们温家是什么相亲相爱的大家庭？当然不是，他们是来抢继承人位置的。温家要换继承人？你也觉得不可思议吧？大哥就算一辈子站不起来，也不影响他掌控温家的权利。我也不知道大伯为什么这样做。他们父子的关系啊，太不纯情了，搞得我很慌。你说你是温家的养子，那你也在继承人的名单上了？叶小姐就别说笑了，就我这身体，能活到30岁，都已经算是走运的了，怎么还敢觊觎温家家主的位置？神的欲望和身体强壮没有关系。如果你想得到温家，就算你明天会死，也不会影响你今天的行动。你怎么了？哎呀，莲哥落水了！有人推莲哥下水！哎呀，莲哥落水了！有人推他下水！莲哥，你为什么要推温莲哥？你这是杀人，你知不知道？我都亲眼看见，你就是大哥的未婚妻啊！不过过了今天以后，可能就不是了。你别想狡辩，我们可都亲眼看见了。别以为有大哥给你撑腰就能高枕无忧了。温良哥在温家，跟大哥可是相差无几。你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了？知道心虚了？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大哥，大哥，叶三小姐，看在两家的关系，我不会报警，但是我也不会允许一个会把病人推下水的女人成为我们家的儿媳妇儿。你怎么不问问是不是我推她下水，或者等她醒了问问她自己？这还需要问吗？我们可都亲眼看见了，是你把正在咳嗽的温良哥推下水的。就是，你敢说你没碰温良哥？好，我承认。三小姐承认就好，要不然等温莲醒了，再问问也是可以的。不用问他，我全部坦白。你们就不好奇我为什么要推他吗？在此之前，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无冤无仇的。你说我为什么要推他？为什么？因为他说温太的坏话。怎么可能？你胡说什么？温良哥才不是那种人，他和大哥关系可好了。他不只说了温灿，还说了你。他说温家最近来了许多旁支的孩子，一个个血脉低贱，却还做着不切实际的梦。家主一番话，立马倒贴上去，恨不得给他舔鞋，好成功顶替温灿的位置。啊，温叔叔，他还说你是心狠手辣的老护士，儿子瘸了就一脚踢他。他说他是你的亲儿子，温叔叔，你还有私生子啊？叶小姐，我无意替你的长辈们效力，但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些话，不仅是对温莲这个受害者的污蔑，是对我，甚至是对温他母亲的严重指控。我也只是听到什么就说什么，温莲胡说八道，那也只是对温叔叔的指控，这和死去的阿姨有什么关系？我和我妻子同你那商业联姻的父母完全不同，我们是真心相爱才结婚的。我的妻子现在已经死了，那你怎么不去死？既然你这么喜欢你的妻子，为什么不和她一起去死？我是不懂，你和你妻子生的孩子，他瘸了，你就一脚把他踢开，
想找人顶替他的位置，想找人顶替他的位置。好了，你刚来豫州没多久，很多事情你不了解。你接下来送你出去，替我走吧。嗯。这就让他走啊？哎，夜空回来了，你妈跟你做的蟹黄包，快去吃吧。站住！妈，你们怎么来了？哟，你还知道喊我这个妈呀？我是你妈吗？为了这个刚认领回来的丫头片子，你连生活了几十年的家都不要了。我养了你几十年，我现在真不明白，你居然在这个年纪还能进入叛逆期。妈，我不是晚上也回老宅住吗？正好啊，四碗把饭做好了，一起吃啊。哎呦，我可不敢。不是说没有你那个女儿的同意，谁都不能进你那个家吗？就连我的宝珠都在外边差点晒死，我这个老太婆怎么能随便进你的家呢？奶奶，我们还是回去吧。回什么回？这也是我们叶家的房产，凡是叶家的都有你一份儿。给我站住！叶空，给我站住！叶空，哎，行，你给我起开！以前都不知道你竟然是这么个狠心薄凉的人。自打这个扫把星进了我们叶家，你养了20几年的宝珠都给丢到脑后了，连我这个妈你都不要了。妈，您先冷静一点，咱们有话进屋说啊。进屋？哎呦，我可不敢，没有你女儿的允许，谁敢进你家的大门？妈，咱不能在这站着，让人家看笑话。看笑话？哎呦，从这个灾星回到我们叶家，我们叶家已经在豫州成了笑话了。她是我女儿啊，也是您孙女，别一口一个扫把星的。你知道吗？今天温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不懂规矩的家伙把温莲给推下水了，昏迷到现在才醒啊。现在温灿就是个无法继承家主之位的瘸子，我也不知道这个扫把星是怎么勾搭上了温灿。你们一个个都以为他是找到了大靠山，在跟前抖起来，可也不看看温灿他就是一个废人。再说温灿他能看得上叶空吗？不要再说了。当初我同意让他回来，本就是想让他代替宝珠嫁给那个毫无前途的残废。宝珠被我们叶家娇养了20年，他哪里受得了那种苦？可现在倒好，这个扫把星在温家做出了这种事情，惹恼了温柔，我看他呀，连那个残废都嫁不成了。而你们这些蠢材，居然为了这么个东西，使我的宝珠欺负成这样，你们还有没有良心？你到底干啥呀？行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能让温柔和温家消了气。哦，那您觉得，我应该怎么做才能让温家消气？空空，当然是登门道歉了。人家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算是他们要以杀人未遂将你告上法庭，你也得乖乖去被告席上坐着。当然了，只要你以后足够听话，我们叶家也会花一点力气让你过得舒服点。毕竟你也是叶家的血脉。是吗？那我还真是荣幸之至。啊！哼，现在的温灿就是个再也无法继承家主之位的瘸子。这个灾星不知道靠什么手段勾到了温灿，你们一个个都以为他是找到了大靠山，在我面前都敢抖起来了，可也不看看温灿，他就是个废人，他能看得上叶空？来，让我找找温灿的电话在哪？哎，找到了，发送。你，对了，再叮嘱他一下，让他和奶奶一起听。
知道。他说知道了，开心吗？死老太婆！她是你奶奶，你怎么说话？奶奶，都知道会被我气晕，还来找气受，有时候还真是搞不懂人类的感情。收女皇吗？不是。还有你，我从不拦着别人找死。妈，我饿了，想吃饭了。那你吃蟹黄包的时候小心一点，别被烫到了。知道了。你，妈，你说你招他干嘛呀？你心脏又不好。宝宝，妈妈想和你聊聊好吗？好。宝宝，妈妈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您指哪一方面？就是你在面对你奶奶的时候，还有在面对宝珠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怎么想的？反正我也没有把她当成我的奶奶，就是个莫名其妙就爱找我麻烦的老太婆。至于宝珠，我看在你们的面子上，真的已经对她很好了。我很少有真正讨厌的人，不过要是讨厌她的话，我一定会想方设法让她完蛋。那你之后想做什么？我才不告诉你呢！我要是告诉你了，你肯定就想方设法的保护她了。你为什么要哭啊？你是不是因为宝珠所以害怕了？宝宝，你到底是怎么长大的呀？是不是如果当初妈妈没有弄丢你，你就可以比今天无忧无虑10000倍？妈妈好想知道你的过去，在学校有没有被人欺负，有没有好好吃饭睡觉，有没有大人会保护你疼你。可是妈妈又好害怕，我怕你比我想象的过得还要不好，那妈妈会崩溃，会发疯的。是我对不起你，妈妈又该怎么做才能弥补你呢？没事的，我之前过得可好了。你别哭了。至于弥补我，当然可以啦。我就是为此而来的。小空，接下来这几天有事吗？说有也有，说没有也没有。怎么了？如果没事的话，就跟我一起去球场，就当是陪我去工作了。你一边打球一边工作啊？谈合同的地点约在哪儿？只有我们2个吗？有可能宝珠也会去。宝珠，姐姐，我要去球场谈个合作，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真的吗？姐姐要带我出去玩？你别急着高兴，夜空也要去。我有什么好不高兴的？我正愁没机会和他好好谈谈呢。谈就没必要了，你们谈也谈不出个结果来。我只是想知道，你们到底能不能和平共处，哪怕只是表面上。姐姐，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失败的话，我就把你送去国外念书。为什么？因为我烦了，我每次听到夜空欺负你的消息，我都特别烦。欺负人的是他，让你烦的人也是他，凭什么被送走的人却是我呀？因为夜空他是不会低头的，同样威胁的话对他说了，他只会转身就走。他没有走啊，奶奶也说把他送走，但他依旧没走啊。他好几次都把奶奶气晕了，而且他还叫奶奶老太婆。我和爸爸妈妈不想落得像奶奶一样的下场，所以我们不敢威胁他。所以你就来威胁我？
因为姐姐知道威胁你是有用的，你们是不同的，你不可能离开叶家，所以你一定会努力达成姐姐对你的要求，对吗？为什么，姐姐？你以前明明很喜欢我，我现在也很喜欢你，但是你的行为越来越离谱。最开始还只是3番5次挑拨奶奶，到后面呢，把自己弄到中暑也要晕倒在夜空的眼皮子底下。再这么发展下去，你是不是要递把刀给他，让他把你捅个半死？说的好像你担心我一样。我的确在担心你，我没那么多时间跟你谈心，你就说吧，球场你要不要跟我去？我还有的选，去。到现在都敢在我面前撒气，还说大家都欺负他。楚薇，夜空和温灿连日会去玉碗球场，你去吗？呀，好巧，你俩还挺有缘的，这就又遇上了。加害者比被害者，杀人者比被杀者。难道你姐是让你来跟府主磕头道歉的吗？哎呀，好了，若薇，别太过分了，把他做过的事情说出来就过分了。温莲难道不是他推的吗？温莲都怕了你，能对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就下狠手的罪犯，很难让人不怕吧？温莲身体本来就不好，真够恶毒的啊！也是啊，一生气就把自己奶奶和妹妹气昏了，哇，万人受得了啊！这可能就是在外面长大的弊端，虽然是亲生的，但是和野种没什么区别。你怎么来了？温莲邀请了我，不过是因为听说你会来，我才来的。你会打篮球？当然会。我就不会，所以这样的地方我很少来。那你今天可以好好玩一玩，我可以当你的老师。你这都自残废了，还能当老师啊？语言指导也不是不可以。夜空，你听不见别人说话吗？你回叶家这么久，还没抵掉在外面养成的没教养的习惯，到底是叶家教的不够，还是你本质太烂，根本无药可救？杜小姐，你好像对我们叶家意见非常大。夜空回来不久，的确跟你们交流不来。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不妨直接来找我就行。哎呀，秦书记，别生气，若薇一向是这个脾气。叶三小姐，您别跟她计较。一会儿给你道个歉啊！哟，田狗先生，又见面了。还有你，这才是我们第3次见，我就忽然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在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你针对我针对的最积极、最认真。我刚才思考了一下，忽然想到一种可能，你不会是喜欢温灿吧？什么？若薇喜欢温灿？我靠，不是吧？你在胡说什么？我怎么可能喜欢他？我怎么可能喜欢他？一个残废，一个要被养子夺走一切的残废，我凭什么要喜欢他？我才不喜欢他。那就好，我就怕你把心思放在他的身上，毕竟他现在已经是我的未婚夫了。我这个人啊，占有欲特别强。我们走吧。让开！你把我往里面推，是已经订好房间了吗？没有啊，那你肯定定了。我想吃甜品。行，我带了甜品吃。你还挺贴心的，
这叫未婚夫的基本素养，知道吗？哇哦！可不可以忘了再有感情一点？哇哦！比刚才那个好多了。若薇，他说的是真的吗？真晦气！我不玩了。就是手腕放松，然后瞄准那个白边上，你去投，扔。哎呀，再来一次，这次肯定行，你信我，来。你能不能行啊？这很简单的才对啊。要不你来？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之前练过散打。哦，还真没看出来。可能我真没有体育天赋吧。玩？哎，别啊，再试一次。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要不我教教你啊，叶三小姐，你求求我，我就……哎呦，我操！没事吧，哥？叶三，你疯了！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可能会砸到人脑袋，会死人的？会死还来惹我，那不就是找死吗？你们天天在论坛里说我是疯子和杀人犯，却老围着我嘴贱，这种行为我要怎么理解呢？受虐狂？你不是不会打篮球？我告诉你，在这诸位，我打的最好。我现在教你，来接球！你神经病啊！接球！李，接球！你干什么呢？你到底是在为杜若薇出气，还是为自己出气？难不成杜若薇真喜欢温灿？没有，我看到了，她眼睛都哭肿，在人前都控制不住感情，那在背后指不定为温灿流过多少眼泪。天狗先生，你可真可怜，他为你哭过吗？你闭嘴！我不管你们如何，这都不是你们找我撒气的理由。不要！放心，还有父亲叶空，你这个贱人！你没事吧？没事儿。杜若薇，我不管你在玩什么苦情的爱情戏码，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就算你暗恋温灿暗恋到死，就算这舔狗舔你舔到死，都不要再来惹我，更不要把我和温灿牵扯进来。你胡说！我是不是胡说你自己知道。就像你现在，你疯狂的骂我以及想要揍我，到底是想为李英报仇呢，还是因为我是温灿的未婚妻呢？你想走？李英被你打成这样，难道你还以为自己能全身而退吗？还是你觉得你赢叶家就可以真的只手遮天了？你不说我都忘了。让开！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就当你知道。多年前，花河县福利院李氏慈善基金。你是谁？你是谁？再见了，舔狗先生。站住，叶空！你们会真的觉得你……住口！是我的错，不怪他们，是我先动的手。这件事到此为止。你在说什么呀你？你怎么了，小空？可能低血糖犯了。低血糖？你下午不是才吃了一大份甜品吗？我贫血，不过现在好很多了。15到17岁的时候，我贫血贫到随时随地都可以晕倒的程度，半夜经常睡不着觉，半夜还会因为心悸醒过来，经常性耳鸣。还有一次，我半夜想翻窗户爬出去，结果爬到一半头晕犯了，差点没摔死。上来。给我叶宝珠吗？真好啊！我从小就没有姐姐背抱牵我，比我大的人都喜欢揍我，他们会在我的床上泼水，打碎我的盒饭，
还会在我衣服上乱涂乱画，这些都有什么心意？那什么是有心意的？有心意的啊，有心意的是有一次，他们把我当花儿一样埋进土里，只露一个脑袋在外面。也多亏了他们，让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星星的升起与降落，然后我就创作出毕生最喜欢的一个作品《星空图》，有空给你看看。你怎么不走了？是我太胖了吗？对，你胖死了。我怎么可能胖的？我一点都不胖，肯定是你太弱鸡了。守卫，夜空那天居然当众说你喜欢温灿，你闭嘴！这可不是我说的，是夜空说的。但是现在整个圈子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夜空，话说那天李英被打，居然还能维护夜空，该不会他也喜欢上夜空了吧？人都有弱点。夜空最亲近的人是谁？我好像在爸爸调查的资料里看到过，好像是夜空孤儿院的院长。据说他是夜空唯一常年的亲人。夜空的亲人？反正我是咽不下这口气，你就看我怎么捉弄你。我爷爷呢？夜空，看来你的院长爷爷真的对你很重要。看来你的院长爷爷真的对你很重要。我就奇了怪了，到现在为止，你还觉得我好欺负？不就是欺负人吗？你以为就你会啊？你们这样的豪门大小姐，是不是以扇别人耳光手速，确定圈内地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可以扇你的，扇到毁容。你想试试啊？啊！别打了，好了，别打，不要再打了，会有麻烦的。夜空，你个贱人，给我等着！我等着你。消消气，来坐下歇歇。你今天动了杜家的宝贝，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的。要不你先回家吧。为什么要回家？我跟你说，豪门的那些人很会欺负人的，他们根本不管法律如何，把你也打一顿，反正他们有的是钱赔医药费。我跟你说啊，这种时候抢的就是先机，抢得先机，我们才能掌握大局。走吧。你还真是个怪人。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吐槽我呢？我这不是吐槽，是夸奖。谢谢你的提醒，我觉得你说的对，我也是这样想。什么意思啊？豪门的人不讲王法，要抢占先机，才能掌控大局。夜空是吗？你可以选择主动跟我去医院，要么就让我的保镖强行把你带走。除此之外，你什么都做不了。杜夫人，你要带我去医院？那如果我去了，你会怎么对我？我不欺负小孩，你只要跪在我女儿面前磕头认错，直到她愿意原谅你为止。那如果她不原谅我呢？我说了，直到她愿意原谅你为止。那她也要掐住我的脖子，扇我几个耳光。你把我带去医院给她解气，也会让她这样对我吗？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我的女儿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动过她一根手指头，你竟然敢这么对她！理所应当？按照你说的，应该是杜若薇先被大卸8块，毕竟她欺负的人数都数不过来呢。所以，
你是为那些不值钱的贱婢鸣不平，你不会以为自己是来上流社会里当女侠的吧？既然你的父母没有教你，那就让我来。什么叫上流社会规则？还是你准备让我的宝宝把你弄死？我现在知道，你女儿的这副德性是跟谁学？欺负别人的时候，不觉得自己需要付出代价，但自己受欺负的时候，就会愤怒，要求对方10倍奉还。你们天生天贵，哼，也太不要脸了吧！夜空，我是不会去的。但如果你让你女儿跪下来给我磕头，她是能考虑的。好大的胆子！杜夫人，你错了，我可不是什么行侠仗义的女侠，锄强扶弱，我只占了一个字，那就是被除掉的强。给我动手！住手！你没事吧？啊，吓死妈妈了！方思婉，你是要让叶杜两家彻底撕破脸皮是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敢来这儿帮他？我告诉你，方思，我的女儿刚被这个叶丫头打进了医院，今天就算叶海川在这儿，我也要让他负责，否则杜家和你不死不休。空空，是你做的？是我做的。杜夫人，我爸是叶海川，我未婚夫是温灿，我也是你们口中说的上等人。既然如此，你那套欺负人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规则，这规则我拿来用用怎么了？把他给我带走！带走！我看谁敢动！妈妈，谢谢你能来。走，妈妈带你回家。你既然这么舍不得你这个女儿，那你就和她一起好了。我要让这个小畜生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1000倍、100倍的代价。在叶家还没来人之前，尽快把叶空给我带走。要是你方阿姨愿意，那就连她一起。怎么还不懂？对不起，夫人，我送你们回家。杜夫人，你教我上流人欺负别人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规则，我学会了。你干嘛呀？你打我！叶空，我对你非常失望。我本以为你只是从小缺乏教导，性格偏激了些，没想到你自从来到叶家，险些害人性命啊！你简直无法无天！是叶宝珠跟你说的。宝珠说的怎么了？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你知不知道得罪了杜家，我们叶家也不好过啊！所以呢？你有先了解是那个女人先找我麻烦的吗？那又怎么样？那也不是你杀人的理由。叶空，你给我听着，现在开始，不允许你踏出叶家半步，我会让管家看着你。真是可笑！你看，我打了杜家那母女，叶海川要禁足我，我要离家出走。明天来接我，未婚夫。好。进。今天的事我已经和爸爸解释了，他打你确实是他的不对，无所谓啊，反正也是无关紧要的。小空，姐姐问你，你跟那个杜家是有什么渊源吗？或者是说那些家族？你为什么这样问？你是可以依赖我们的，至少可以依赖我。无论你什么时候需要帮助，我都会站出来。好吧，如果以后我有需要帮助的地方，我一定毫不犹豫的向你寻求帮助。会有危险吗？你是问我，还是问别人？当我没说。对了，刚才你说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定会找我，
那我们拉钩。好吧，我们拉钩。姐姐还真是个完美的实验品。实验品？我？对啊，就是你。什么实验？是可以帮助夜空得偿所愿、实现心愿的实验品。就比如我现在想吃又大又甜的葡萄，姐姐能不能弄一些上来？等着。对了，忘了跟你说，这么跟姐姐说话的话，会挨揍的。实验品。妈，你以后还是不要和叶宝珠联系吧。天珠，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连名带姓的称呼宝珠了？不然呢？你是真的不把宝珠当妹妹了？我的妹妹本来就只有夜空一个人，你的小女儿也只有夜空一个人。可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和宝珠一起生活了20年，她叫了我20年妈妈，也叫了你20年姐姐。还有这些年我们对宝珠的疼爱都不是假的。妈，我知道你平时看电影电视剧都喜欢大团圆，一定也希望我们家能一步一步按照你想象的那样越来越团圆。但我还是奉劝你打消这个念头。夜空不可能和叶宝珠和平共处，而我绝对站在小空这一边。秦小姐，秦小姐，秦小姐，您不能这样。先生，秦小姐硬是要往里冲。没事，我跟他谈。秦小姐，你这是……秦小姐？你还叫我秦小姐？你知道所有人都在说温家的实权人已经换成你爸爸了吗？你知道甚至有人想给他介绍相亲对象了吗？那又如何？那又如何？那你知道有人向你爸爸推荐了我作为结婚对象，我父母欣然赞同，你爸也毫不推拒吗？你这是从哪得到的消息？文灿，你必须要帮我，这件事是因你而起。你先冷静一点，我可以帮你，你想让我怎么帮？3日后，你父亲的生日宴会，你当众取消和夜空的婚约，假装和我在一起，只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就可以了。你爸这么爱重名声的人，一定不会和自己孩子抢人的。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你难不成还要拒绝我吗？还是你真的想看着我给你当后妈？你知道我妈跟我说什么吗？她说让我早点嫁给你爸，早点生个孩子，好当温氏集团的继承人。把眼泪擦干了，冷静一点再聊。我已经冷静了，温灿。等解决之后，我可以亲自给夜空道歉。我也愿意用我的全部身家为你们准备新婚礼物，只要你肯帮我。我可以帮你找更合适的联姻对象。你说什么？什么联姻对象能比得上你？什么联姻对象能让温家退却？所以，你找我让我跟你订婚，是你提出的唯一的解决办法。不是，不是真订婚，是假的。或者不需要订婚，只要说我们在一起。文灿，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我绝不能被你爸毁了，我也绝不能忍受这样的耻辱。你不愿意帮我，是不是因为夜空啊？可事后我会跟他解释的。事后？你的意思是让我瞒着夜空，让他误以为是我劈的，移情别恋了？可这件事就不能让别人知道啊，太丢脸了。一旦传出去，我一定会成为整个豫州的笑柄的。笑什么？我笑你这么怎么能这么理所当然的提出这么离谱的要求？离谱吗？是我离谱，还是你爸想要娶我更离谱？就算是我爸离谱也好，还是你可怜也罢，这都不是你可以理所当然让夜空为你付出名声的理由。夜空被莫名其妙的分手，
被你他不会丢脸，他难道不会成为整个豫州的笑话？可他不会受任何实质性的伤害啊！反倒也就面临着嫁给你爸这样荒谬的灾难。何况我是应该向所有人解释的。我可以吗？那你还有什么其他方式？产生舆论压力，让所有人都知道温荣是一个癞蛤蟆小女孩，老牛吃嫩草的家伙。到时候关注这件事情的人多了，他自然而然就会出来澄清，说不定就会放下。不行，这件事就不能让其他人知道。被温荣这种不要脸又没用的懒男人觊觎过，我光是被别人知道，我就觉得浑身发痒，恶心想吐。别人一定会嘲笑我的。听我说的办法，哪怕事后给叶空下跪磕头，我都愿意。只要你们帮我悄无声息的过了这一关，你们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嗨，秦小姐，真巧啊！你现在就可以给我跪下磕头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不好意思啊，秦小姐，我没来得及说。你太过分了，文灿！你可以去追他，我不怪你的。未婚妻，你的未婚夫可是很少难得。看来秦小姐的秘密是要守住了。小十一，3天后温荣生日宴，张之成会去，一切都安排好。欢迎大家来到温某的生日宴。想来各位近日也听到了一些传言，温某这一大把年纪了，为这种事澄清确实也有些不像样。但是事关我儿子最在意的人，所以温某必须得出来澄清一下。儿子最在意的人，他指的是谁？是叶空还是秦冉秋？在为秦冉秋澄清，那肯定是秦冉秋了。本来就是他们比较般配，叶空算什么？当然是爱冉秋更多。没听说过一句话吗？求而不得才是最好的。今天我就正式的做一个澄清，这位秦冉秋小辈，他是受到了我儿子的连累，只因为他曾经跟我儿子谈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所以他就遭人诽谤，名誉受损至此。对于他们的感情，我们一直都是保持着任由他们自由恋爱的态度。如果最后秦小姐可以和我儿子重修旧好，那么我们温家也是很愿意接受这样一位能力与德行兼备的好儿媳。父亲，请您止步。阿灿，你怎么来了？你今天不是应该去医院做检查的吗？临时起意，不过还好我来。今天我要是不来，我的未婚妻岂不是要被你们欺负死？父亲，你刚才说什么？谁和冉秋小姐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谁要与冉秋小姐重修旧好？温灿这是什么意思？不承认？温灿，阿灿，我可没有教你做一个没有担当的渣男。哪怕是现在分手，在对待曾经的爱人，你也应该有最起码的尊重和保护吧？曾经爱过秦冉秋小姐，请问我们什么时候在一起？你怎么没有通知？你怎么没有通知我？温灿，回答我，秦小姐，我们是接过吻、拥抱过，还是牵过手？怎么，做我的女朋友很见不得人？我要像做贼一样把它藏起来才行。你还有你，当我温灿是什么人？以为我不在场就可以随便污蔑我，随便往我的未婚妻头上泼脏水？阿灿，你就算再怎么喜欢叶空，那对于秦小姐也应该保持应有的风度。我一个残疾人，还要什么风度？温灿，你讲话一定要这么残忍吗？就算不是情侣，好歹也是朋友，你难道一点都不可怜冉秋吗？你们污蔑我，陷害我，让我未婚妻觉得我是个脏女人，还给她泼脏水，她不可怜。我们两个人，一个被叫做疯子，一个被叫做残废。父亲，我都已经没有前途了，为什么还要让我这么不痛快？看到你儿子这么丢脸，你很开心是吗？阿灿，如果像你所说这样的话，那是爸爸错了。爸爸不应该听信秦小姐的一面之词。无所谓，希望从此以后您不再干涉我个人的一切事。那是自然。抱歉各位，耽误大家的宴会时间了，请大家自由享受桌上的美酒佳肴。
段时间不见，两位还记得我吗？杜若薇，叶三小姐，你为什么不回？你为什么不回头？杜若薇，你的脸全好了。叶空，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能永远得意吧？可惜，过了今天，我就要让你们这对恩爱情侣成为整个宇宙最大的笑话。叶空，叶家的三小姐，你敢回答我，在你被叶家带回豫州之前，你一直都在哪里生活吗？不是说身体不好，所以躲在国外吗？我听说是养在江南一带，反正是山清水秀的。我听到的版本是个豫州八字不合，所以送到别的城去了。这意思是另有隐情？让一让。你不敢回答，为什么？是因为你知道叶家传出来的一切都是假的，什么身体不好、八字不好，把你养在外面，全都是放屁。在今年之前，你和叶家根本就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那叶空不过是个乡下的孤儿。你闭嘴！今年之前，那叶空不过是个被狸猫换太子的可怜虫，而自打出生起就替代你的叶宝珠，那只狸猫，当他在豫州这个锦绣堆，叶家这个黄金铺里享福，当着金尊玉贵的大小姐的时候，你叶空在什么地方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杜若薇，叶空，你敢说你从出生就得来的地方，你生活了20几年的地方，如果不是叶家把你带回了豫州，你还会一直待在那里？是花，我没听错吧？是花河，是出事的那个花河。这我们在说什么呢？杜小姐，今天不是我们叶家或者你们杜家的主场，请你闹事也分一分场合。空空，我们走。放肆我！你们叶家自己闹出这么大的头来，把我们所有人都耍得团团转，你现在都知道急了。杜若薇，你不要这么跟我妈妈说话，有什么矛盾我们可以私下里谈。私下里谈？叶宝珠，你是不是真的把我当傻子？你一个假冒我，我有什么可跟你谈的？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你真当我不知道？上次咖啡厅是你故意告诉我孤儿院院长和叶空的关系。你在说什么呀？你就算再讨厌我姐姐，你也不能这样理解我们。姐姐，我是巴不得叶空去死，但你这种贱人生的小贱人，比他更让人反胃。我只想这些年跟你这种假货当姐妹当朋友的日子，我都可惜的想吐。够了！你有证据吗？证据？你想要什么证据？物证？你在花河孤儿院留下的照片够不够？你在花河县小学留下的笔记够不够？你在花河县各大集市留下的记录够不够？如果这些能证明你成长经历的记录全都不够，没关系。有什么会比那个亲自将你换走，又亲自把你送到花河孤儿院的人，更能证明你的经历和来历？对了，你还见过她，就是你口中那个得了艾滋病的脏女人。请吧。虽然很脏，但作为叶宝珠的亲妈，作为仅凭一己之力就把整个叶家耍得团团转的人，你是最有资格出现在这里的，不是吗，潘女士？陆若薇，说话是要负责任的，你不能凭空编造。空口编造？那这个构模是叶宝珠和潘女士的鉴定结果，母女的概率是99.7%。你自己拿去看吧。怎么样，叶三小姐，这个人证可还算有力？你还要继续不承认自己是来自花河，是在花河县孤儿院长大的吗？我没记错吧？是花河？是出事的那个花河？杜若薇在说什么呢？哎，空空，我们走。我就是来自花河，那又怎么了？
你承认？你承认你来自花河？我在花河县长大，直到今年我才来了豫州，回了家。我承认了，那又如何？快拍下来！我被狸猫换太子，我孤儿院的名字叫花。除了上大学，我很少离开那里。我承认了，那又如何？你想说什么？你在高兴什么？你在得意什么？你在暗示什么？这花河县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你露出这种胜利者的嘴脸？是因为花河县曾经发生过举国震惊的重大案件吗？小空，你是觉得我在花河孤儿院长大，肯定涉及其中，甚至是案件的当事人，是吗？你一张嘴就想否认，就想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现在怎么说？怎么回事？案件发生的是你刚好12、3岁。方阿姨，她有能力解决好，我相信她，让她自己处理吧。你胡说什么呢？你有告诉你爸妈吗？快别闹了啊！叔叔这就送你回去。叶三小姐，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件事情不能再闹大了，不如您先回家，有什么事情之后再找杜家谈。你在说什么呢？你这个在牢里待了7年的当事人，强奸犯！你以为只有你在花河县见到我？你以为当时我年纪小，只是远远一瞥我就不记得你？坐牢？叶刚刚在说什么？你怎么敢在我面前出言试探？毫不遮遮，真是原发现。你可是在我面前被戴上手铐的张子成先生。家人们，谁懂啊？本来只是蹭吃蹭喝，外加见识豪门纸醉金迷的，谁知道居然吃到这么多啊！你在说什么呢，叶三小姐？你再怎么慌张害怕，不能乱咬方子。今天的闹剧差不多够多了，大家都散了吧。到此为止吧，叶三小姐。在这里的绝大多数人不会愿意再让大众记起那件事。这么下去，你知道会有多少人把你视作眼中钉吗？你不害怕吗？怕？我有什么好怕的？我敢告诉大家，我从小在花河县。倒是你敢告诉大家，这7年你在干什么，在做什么？谁都知道，志成这些年一直在国外替我工作，才刚来豫州这么点时间，你个小丫头片子不清楚情况是正常的，但明知不了解还在这里乱说一通，就是你不对了。是吗？李总，你这么笃定？那是当然，他出国的任务可是我亲自派的。你知不知道名声这种东西对我这种良心企业家有多重要？你没有证据，就如此给我们公司的管理泼脏水，我要告你。证据？你要证据啊？好，我给你。好。他真坐过牢？这7年他真坐牢去了呀！他李家也存的太好了，还真以为当年那件事跟他们家无关，他们家清清白白的呢。江家为了这件事脱了一层皮，他们家也就多亏张志成不姓李吧。太恶心了，干过这种事居然还装的清清白白，居然还明目张胆的进公司认高管。我只能说，不愧是才来豫州半年就声名远扬的叶三小姐。坐牢7年的人的确是，但是做出禽兽之事的人不是我，而是你不，你们会为你们的罪行付出代价。张先生、李先生，我们查到您是重大案犯嫌疑人，请跟我们一趟。你不准走！你刚才说的一切，都证明了你的确是当年案件的当事人。我说的没错吧？陆小姐，你是不是失心疯了？我女儿所在的孤儿院里根本不是当时事发的福利院。他都能记住张子成的脸了，说明他当年就在案发现场。他一个19岁的小女，会因为什么原因出现在案发现场？
说你回答我。空空，我们回家吧。张志成和李总去花河，就是去悄悄见你的吧？你给我闭嘴！你笑什么？我笑什么？我笑你不知道想干什么，不知道想要什么。杜小姐，你想说什么？你想说我被侵犯了？你想证明我是当年的那些孩子之一？那就算是，又怎么样？你承认了？我承认了，又怎样？你承认了？像你这样的人，凭什么混入我们的圈子？凭什么风风光光嫁进温家，嫁给温踏？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你凭什么这么理直气壮？唉，你们真的太好笑了。为什么一副抓到我把柄的样子？有没有人能来给我解释一下？就算我真的被侵犯了，就算我是那些孩子之一，那又怎样？在你眼里，受害者应该怎样活着？应该像老鼠一样不敢露头，像蟑螂一样不敢见光，应该夹着尾巴藏着秘密，畏首畏尾的过一辈子，这才是正常的。那些和犯罪者有关的人，都衣冠楚楚，受着众人追捧，在锦玉堆里推杯换盏，觥筹交错。那凭什么受害者就不能理直气壮？我告诉你，如果是我绝对不会低着头躲躲藏藏的活。我要把那些犯罪者的姓名、地址、家族还有照片刻在我的衣服上。我遇见一个人，我就告诉他我的遭遇，告诉他是谁伤害着我。我要让他们像老鼠一样不敢露头，像蟑螂一样不敢见光，直到他们被折磨致死，最好能在垃圾堆里痛苦去死。杜小姐，请你告诉我，我敢告诉他们我被侵犯了，可这里在场的你的同类们，谁敢说和这件事情有关？谁？关掉！你给我关掉！谁允许你在这种场合搞直播的？你是哪个平台的？保镖呢？你们温家怎么连这种人都给我放进来？保镖还快把他给我赶出去！这位杜小姐，你不要不讲道理。之前你指着这位叶小姐的鼻子说她儿时怎样怎样的时候，也没见你让我关掉直播啊。怎么轮到别人揭露你丑恶嘴脸的时候，你就不许我播了？你杜若文不要脸！今天是我家孩子不知分寸，擅闯了各位的盛宴。他今晚闹出来些什么事，我们杜家自会给各位送上一份歉礼。叶三小姐，我至今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让若薇招惹。但所有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你说的那个案子，我们杜家未曾参与。从今以后，我会叮嘱我的儿女，见他绕。叶哥，你不要太得意。你以为从今天以后，会有多少家族、多少人把你视为敌人？你会变成整个豫州的众矢之的，就连温家也不会保你的。我就等着看你怎么完蛋。够了。妈，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家吧。猪猪啊！妈妈，救我！猪猪，救命！离他远点！猪猪，离我的女儿远点！你这个人贩子！猪猪，方思婉还拿叶宝珠当女儿呢。他们感情本来就很好，今天以后你对叶宝珠更好吧？毕竟有这么能搞事的亲女儿做陪衬，叶宝珠显得多乖巧啊。我不觉得叶空能容忍叶宝珠的存在。不能容忍又怎么样？他现在得罪了那么多人，要是没有叶家，他恐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还不得捏着鼻子认了？这下叶家可真要热闹起来了。说，到底是谁把你藏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我们到处都找不到你，而你偏偏在这个关头出现了？
是陆小姐带我来的。我说的是在杜若薇之前，肯定有人故意把你藏起来了，不然就凭你，怎么可能藏匿得到？我们所有人都找不到。我就是回到了之前那个疗养院啊。所以是谁出的钱，谁给你安排的疗养院？我说了，凭你自己肯定办不到。是我。空空，你在说什么？我是不是听错了？是我把他藏起来的。他来找你们爆料，为的是要钱治病。可你们一听到他的说法，就立刻把人赶走。他之后就后悔了，立刻回到了花河县找到我，让我离开，好让他的亲生女儿继续在叶家享受荣华富贵。但我怎么可能听他的？所以我就找人把他抓住，关进了疗养院。那杜若薇怎么会找到他？准确来说，不是杜若薇先找到他，先找到他的人是张志成，然后他把消息告诉给杜若薇，好让大家觉得这一切都是杜若薇造成的。当然了，把消息透露给张志成的人是我。你明明知道杜若薇会做什么。我知道。我也姐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都说了不会跟你讲的。你让这个女人来找我，是想让她把病传染给我吗？你是想让我死吗？猪猪啊，你不要这样啊！妈妈是爱你的。行了，哪来的泼妇？抱歉啊，诸位，因为叶家一点家事，让大伙儿看笑话。日月一直对大家隐瞒的真相，只是因为这件事情太丢人了，难以启齿啊。今天的事情，我们回家再说好吗？你在想什么呢？方思婉，方女士，你还当自己是我妈呀？你是喝多了吗？还是做梦呢？空空，你说什么？我说什么你应该听清楚了，就不需要我重复了吗？我知道你今天晚上情绪波动很大，或许也很生气，但是无论有什么矛盾或者不高兴，我们都先回家再说好吗？很该生气的人不是你吗？你听说是我把他带来的，你不是很生气吗？我看得出来，你很不满。你不许这么跟妈妈说话，本来就是你的错，你想让我死，可以一直冲着我来。保住！谢宝珠，你哭什么呀？你不是自己说的让我有事冲你来吗？谢宝珠，你现在还不明白吗？就算你依旧是叶家的女儿，但以后你只要在叶家，我想怎么打你就怎么打你，我想怎么骂你就怎么骂你，哪怕我像现在这样把你打得头破血流、哭天喊地，家里也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一个不字。既然如此，那你以后就来当我的专属出气筒吧，随叫随到，任打任骂的那种。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考虑你继续留在叶家。够了！怎么？你生气了？那你报警啊！如果你不报警的话，那我就每天打他叶宝珠一遍，我让他给我当奴隶，当我的保姆，让他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情就是跪着给我磕头，我还要让他像狗一样叫着。还有，叶空。你打我？你疯了！我看是你疯了！你现在这个样子，明明就是性格有问题，你不能再这么偏激、这么极端的过下去。我看你才是疯了！你以为我刚才说的是真的？什么？你开玩笑的！我干嘛每天打他？我手不疼啊！我干嘛费这些力气？我以后跟叶宝珠没有关系，我何必浪费情绪？我的意思是，我叶空从此以后跟你们叶家再无任何联系。空空，你不要赌气，我知道你有很多不满，但是我刚才说过了，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回家再说，不要在别人面前说。家？谁的家？你不是已经做出选择了吗？怎么还能把叶家当成我的家呢？我没有选择呀，我明明是，你是没有选择，但这不就是你的选择吗？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方女士，什么都想要，却会什么都得不到。空空，你不要这样叫妈妈。
我知道你的不满，可是宝珠，你是我养育了20年的孩子，你可以把他送到国外，在一起住几年，甚至更久都可以。等到你成熟了，等到你能理解妈妈了，我再把你。不需要。我认同你是一个好妈妈，但你只是叶宝珠的好妈妈，不是我叶空的好妈妈。你至今都觉得我的行为是在争风吃醋。方女士，你还是太不了解我了。我每一次你不理解的行为，都是在明确的告诉你必须放弃他叶宝珠，选择我。可是你每一次都忽视我，你只是在我面前努力的扮演一个好妈妈。你会为我洗衣、做饭、收拾房间，甚至和那个老太婆闹掰。你觉得你自己做得很好了，所以你就可以理所应当的忽略我的感受，忽略我讨厌的叶宝珠。小空，妈妈只是想让你和宝珠和平相处。你要让我和这个偷走我身份的人互称姐妹，和平相处。怪不得我养大的叶宝珠，她脸皮如此之厚。你叶空，你过分了！还有你也闭嘴，叶总。我记得第一天到叶家的时候，你和我说，想要成为家人，就必须自己努力。你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吗？当时我在想，这个人可真搞笑，凭什么这么高高在上？以为我叶空是来你们叶家乞讨的吗？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空空，你跟妈妈回家，妈妈都会慢慢教你的。还在意妈妈自居啊？你明明从来没有养过我。这20年，你们母慈、允孝、阖家欢乐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花河县，照顾苦伶仃、无父无母的孤儿。你一定要这么跟妈妈说话吗？你这是在挖妈妈的心呀！这就挖你心了？那你的心可真脆弱，真该去试试我的生活。被打、被骂不罕见，被孤立是日常，被人骂也肿，被人欺负是我的生活。空空，妈妈的心真的好痛，心痛？你第一天知道我在孤儿院长大吗？怎么现在才心痛？方女士，我说这些只是想告诉你，我并不欠你的，也请你千万不要沉浸在被伤害的慈母剧本当中，也别试图想让我理解你，因为永远不会有那一天。也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差点忘了，我这个人呢，不喜欢欠别人的。空空，你这是干嘛？空空，你不要再说气话了。是啊，姐。叶三小姐，你不要再说气话了。没有爸妈，你在豫州该怎么立足？而且你跟温家的联姻也是建立在叶家的基础。够了！不要扯我！我早就说过，我喜欢的是叶空这个人。我跟叶空的婚约也不可能因为他不是叶家人而取消。就像你，我也绝对不可能因为你是叶家人就承认那一纸婚约。喏，你家的卡。姐姐，你就算离家出走，你也得有钱才行。等过几天你气消了，爸妈还会接你回来的。叶宝珠，我是不会回来的。至于卡，你把我当成和你一样没有父母兄弟就只会装可怜活下去的废物。禹州的消费水平和其他城市不一样，你还是……看来你真把我当没有用的穷光蛋了。这是什么？天哪，这是银行存款2000万才能拿到的无限额黑卡。这个可不是你爸妈给的，这是我自己。
这张卡给有1000万资产和更高价值的资产证明。啊，这张卡是5000万俱乐部的会员，我是在13岁的时候办的。这张当时赚了太多钱，所以就办完了。还有这张卡，是我来1周之前签了一个合同，赚了60万。叶宝珠，你说这些够不够我在1周衣食住行呀？不可能，这都是爸爸给你的。不是我的，我就给过他这2张卡。不可能，那肯定是姐姐给你的。叶小姐，真是奇了怪了，承认别人比你优秀就这么难吗？你自己赚这些钱难，可是我赚这些钱简单的。天哪，居然都是夜空自己赚的。夜空才是真正的豪门呐！说到这儿，我就不得不吐槽一下，你们拥有上流社会最顶级的资源，却有这么多像叶宝珠一样赔钱货、啃老族，真是多之又多。你别太嚣张。看来在豪门长大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叶宝珠，这回你相信我不会再回来了吧？因为你求之不得的东西，在我这里像废物。我本来是冲着爱来的，但没人能通过我的考试。你出局了，方女士。还有你，叶先生，我们家人的缘分就到此为止。如果不想结下仇人缘分的话，以后请不要再来打扰。后悔吗？后悔什么？来豫州，考验人性。没什么好后悔的。虽然我不知道爱是什么，但我努力争取过了。叶空，或许你可以尝试考验一下我。我愿做那个只爱你的人。请问你愿意和我再尝试一次吗？当我温菜是什么人？以为我不在就可以随便污蔑我，可以往我未婚妻头上泼脏水？好。叶小姐，以后请多多指教。小空，找我有什么事？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家吗？我不说废话。小空，你的那些画，还有画室，我会找人去收拾的。到时候，请你帮我开门。小空，还有那些花呢？那些花，可都是爸爸精心给你挑选的，一株一株的种下，一天一天的照顾着长大。你不是很喜欢那些花吗？喜欢，但这也不代表什么。我知道你说这些是为了什么，无非是想证明你们是爱我的。可如果爱这么轻易被证明的话，我也没有必要来豫州，没有必要来你们叶家。对了，还有一件事，潘女士，你欠我的大笔医疗费，是你的亲生女儿帮你还，还是叶家帮你还？另外，其实潘女士在2年前就找到我了。2年前？告诉我真相的同时，她还和我诉苦，说在来找我之前，已经去找过她在豪门长大的亲生女儿。只可惜，她这个亲生女儿是个白眼狼，不肯给她治病钱而已。你闭嘴！你胡说！至于这位白眼狼小姐，在被她亲妈找到之后，有没有做过亲子鉴定，对自己的身份是否心知肚明，
这我知道。没有，妈妈，我没有，他胡说。既然你2年前就知道了，为什么不来狱中找我们？连自己亲生女儿被调包了都不知道，这样的父母，我有什么必要认他呢？对我来说可有可无。现在这种情况，正好证明了我的观点。小空，小空说的都是真的吗？你2年前就见过那个女人了？啊？我没有，爸，你相信我。我如果早就知道，怎么可能一点痕迹都不露？我真的没有去做过亲子鉴定，我这2年的行程都是可查的。是啊是啊，也不是在胡说八道呢。我2年前可没找过宝珠，我只是去五花河找了他，他可是一点都不稀罕你们叶家的。你作弊不该死！你，还有你，不回去！一会儿调查个水落石出。十一，可以再陪我干一件事吗？好，你想干什么？我原本想好好收拾一下他们一家人，但我现在有了你，我不想再陪他们耗下去。需要我帮你做些什么吗？我该让他们付出一点。温灿，你的未婚妻在我的生日宴上把警察都闹了，我们温家还要不要脸了？赶紧退婚，这婚事我不同意。父亲，你不同意跟我有什么关系？说什么？你是不是想气死我？我现在就想问你最后一件事：你当年害死我母亲的时候，有过一丝的犹豫。你是为了温家的那个私生子，还是为了温家的下任家主之位？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当年那场车祸，我昏迷之前，听见赵氏自己给你打电话。你肯定是听错了。温柔，你该为自己的任性而付出代价。畜生，小畜生！原来你没有权，你一直在骗我，为什么要骗我？父亲，如果不是当年我装瘸，你会放过我吗？温灿，你原本就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要不是你占了家主继承人的位置，我怎么可能活得这么窝囊？当年应该死的那个人是你，是你害死了你的妈妈。温柔涉嫌一起杀人案，温氏涉及偷税漏税，需温家多人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谁？我现在只有你了，你是我唯一的、坚定的英雄。我知道爱本质无意，是因为人多的温灿，拥挤，不要让我失望。证明我是我会实践来证明一切的。唯一。